士们、先生们，有请比亚迪集团董事长兼总裁王传福先生，掌声欢迎。各位媒体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比亚迪王传福，又见面了。这个月呢，是我们有史以来技术发布最密集的一个月。今天呢，也是大家期待已久的一场发布会。汽车行业的每一次变革都源于技术的突破。今年呢，比亚迪已经密集发布了天生之眼高阶支架、宁愿车载无人机和超级一平台，刷新了比亚迪汽车全品牌的技术矩阵。今天呢，我们迎来了仰望品牌第3款车型仰望 U7 的发布会，它搭载了比亚迪又一革命性的技术云辇锐，这是车身垂向控制的突破性技术。仰望汽车作为比亚迪高端品牌，从2023年发布至今，每一款车型的亮相都伴随着一项极致技术的诞生，比如仰望 U8 的1次方，仰望 U9 的云辇 X， 可以说无极致不仰望。极致技术打造高端品牌，我想先从比亚迪全站自研的创新技术链说起。比亚迪正形成从用户需求出发的技术创新，到推动产业链向前，再到突破极致再创新的创新技术链。从20年前进入汽车行业开始，我们就坚持技术创新，要符合用户最质朴的要求，安全。2023年呢，云辇全家族发布，就是为了让安全的底线更牢靠。不到3年的时间里，云辇从云辇 C、云辇 A、云辇 P、云辇 X， 再添云辇锐，为不同的产品、不同的出行场景，适合最合适的安全方案。技术突破只是起点，我们认为呢，好的技术真正的价值在于能够推动产业链向前，千匹马力、全主动悬架，这些曾经在超豪华品牌才能用得上的极致的技术和安全的体验，我们不仅能全站自研，还可以成熟交付和持续迭代。这来源于我们从研发到生产全链路的自主掌控。最早呢，进入汽车行业的时候，为了摸透工程机理，我们把市面上所有的汽车都拆解研究了一遍。当时呢，我们有一台奔驰轿车，为了让我们的工程师没有顾虑的放心的拆，我率先用钥匙把车画了一圈。这辆车呢，让我们这群年轻的工程师第一次认识到一台顶级轿车的技术有多先进。有个年轻的工程师问我，我们什么时候能造出属于自己的旗舰轿车？我意识到，造车不仅仅是打造一款产品，更是对技术的深度的自研。我们必须从零部件开始构建自己的技术链，这就是比亚迪全站自研的起点。当年呢，敢拆奔驰轿车的小伙子，也是我们工程师天团的顶梁柱，现在呢就坐在台下。20多年过去了，他们用青春实现了自己旗舰轿车的梦想，也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带领更多优秀的年轻人奔赴在新能源汽车行业发展的道路上。这就是比亚迪工程师敢的精神。别人做不到的，我们要做到；别人做得到的，我们要做得更好。在打造仰望品牌技术上，这体现特别。但我们对电的极致的探索还远远不够。
过去30年，底盘的垂直电动控制始终没有实质性的突破，这是全面电动化最难的一座技术高峰。我们认定，如果全电控是底盘技术发展的终极方向，我们要第一个进入这片无人区。事实上呢，谢谢。事实上，2024年初，我们曾经面临选择。当时呢，底盘团队对云辇锐的初步攻坚已经完成，极速且精准的垂向电控调节，特别适合在一款旗舰型轿车上。那时的仰望 U7 已经接近量产，是延续成熟的悬架方案让 U7 尽快上市，还是等待搭载全球首创的云辇锐？说真的，作为决策者，我知道一款好的产品在合适的时间推出，会有极强的先发优势。但作为一名工程师，我也深知云辇锐有那么多前所未有。如果切换云辇锐，不仅前期许多个小目标要打水漂，将还需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研发成本。什么都可以吹，但产品和技术吹不多。我决定呢，暂缓已经可以量产上市的仰望 U7， 换方案一定要用云辇锐，极致的体验是无价的，我们的用户值得是最好的。传统的悬架技术主要依靠机械和油液来调节，机械的世界是毫秒的世界，发动机的转速以毫秒来计，但机械的调节存在上限，很难彻底解决极致的安全的需求。在过去，车辆行驶中会遇到来自纵向、横向、垂直的各种冲击，这3个方向，普通车辆即便采用行业最优秀的车身控制方案，要完成一次调整，也需要上百毫秒。面对常见的雨天湿滑、突然的高速爆胎，机械的油液调整完，车已经开出去至少1米了，车辆很容易失控。这些纵向、横向的冲击，引入了一次方可以瞬时完成，纵向精准调节，保证车辆的稳行。但面对起伏、坑洼或更多复杂的场景，普通车辆在垂向调整依旧低效，依靠油液的介质传递指令，悬架调整存在迟延。能不能让垂向的控制像纵向、横向一样更快一点？要想调节更快，让纵向、横向、垂向3个方向遇到冲击的瞬间，5毫秒就能完成一次联合作战，就需要将电发挥到极致。我们要让车身控制从机械的世界彻底进入到电的世界。电的世界讲的是微秒，讲的是拉秒，非常快。如果底盘的全链路都能用电去沟通、去调整，会比机械要快得多。除了快速精准之外，电动化的一大特点是能量可循环。传统的油液悬架每一次的减震都是能量的单向的消耗，而云辇锐将颠簸产生的能量实现回收，这不仅让能量的传递的损失更小，更能将热能的损耗转化为电能。工程师创新开发了动定止倾斜布局的悬浮电机，这是云辇锐量产的最难的地方。每个悬浮电机运动时都会产生磁场的形变，迟缓的摩擦带来不可避免的磨损
或热管理的难题。我们不仅依托20年汽车领域的全站自研经验，也依托在电子精密制造领域超过30年的积累，自研磁环精密涂层工艺，以4为单位，按照电子级的精密度，降低了接触面摩擦系数。如果采用悬浮电机上车，让4个强大功率的悬浮电机能长时间的稳定运行，必然依赖一个先进的能源的3电架构。云辇锐从概念的探索到上车的量产，这过程中每一个环节都没有参照系，都会出现前所未有的新问题。工程师穷尽了所有的技术路线，把所有的答案都试过一遍，才能找到最优解。我们统计了一下，切换云辇锐之后的300多天里面，U 7的开发将近有30套匹配方案，做了200多项改动，在同时搭载E4方云辇锐的基础上，车的前舱空间已经压缩到极限，但我们还要考虑给用户多一个动力选择怎么办？U 7需要一个高效的小体积，同时又安静的发动机，我们就开发完成了水平对置发动机。这是中国汽车第一次研究水平对置发动机，在全世界也屈指可数。谢谢。面对技术的无人区，仅仰望 U 7这款车，投身到项目的工程师前后就超过数万人，其中更有超过几千名博士。过去呢，他们经常和我开会，有时会议室都坐不下。作为原创者，他们正在解答一个个极为复杂的课题。每一方程的进步，都可能成为全球领域的第一。经过7年时间的研发与攻坚，搭载云辇锐的仰望 U 7终于量产。云辇锐搭载悬浮电机，打造了全面电动化的电悬架，将过去应用在航母电磁弹射系统、磁悬浮列车上的电磁原理技术首次运用到汽车领域，这是人类首次填补了垂向电动化控制的技术空白。谢谢。在纵向、前后、横向、垂向所有的维度实现了全方位无死角的电动化。这是底盘领域全面电动化的里程碑，更是新能源汽车发展的革命性的时刻，标志着新能源汽车进入4电时刻。在以新能源汽车新三样的基础上，比亚迪首次实现悬架系统的完全电动化，电池、电机、电控、核心3电加电悬架，以垂向电动化控制的云辇锐或纵横向电动化控制的E4方，协同构建底盘全电控链路，这将带来极致的平稳、极致的安全的出行体验。之前呢，大家看过许多尤其在各种坎坷路面的视频，都很稳，这还不够，我们还挑战了更极限的上楼梯，请大家看视频。
在这种场景下，云林瑞也能平稳通过重、红、锤三项全电控带来的不仅是平稳，更是安全维度的质变。高速侧后方碰撞就是一个重、红、锤都面临着冲击的极端场景。当车辆以100公里的时速行驶时，遭遇到侧后方的碰撞，即便是顶级的运动员的反应时间也需要100毫秒，而结合了云辇锐全链路电控反应时间仅需5毫秒，带来了20倍的安全荣誉。我们相信，安全没有中间值，只有零和一。从爆胎稳行到高速侧向追尾稳行，仰望的每一项突破都重新定义了安全的边界。安全是一辆电动车最大的豪华。仰望 U8 搭载了E4方技术，通过每秒1000次的扭矩动态调整，降低高速爆胎事故的致死率。仰望 U9 搭载了整车级的碳舱车身，在保证极致安全的前提下，突破赛道性能。今天，仰望 U7 还在持续刷新这条守护安全的生命线，坚持技术创新，与所有中国品牌一起你追我赶，接棒创新，推动整个产业链向前发展，在进阶创新极致安全。我们的创新技术链在不断转动，行业标准也在不断刷新。今天，整个汽车市场已经完成电动化的量变，这就像一场深海潜水，最后的技术无人区也是最难的关卡。这是打破高端市场格局的关键。仰望始终坚持品牌力的起点是产品力，打造高端品牌不能靠买料堆料，要靠革命性的技术。仰望 U7 是比亚迪工程师为中国汽车工业发展献礼，云辇锐承载着工程师让崎岖坎坷变坦途的追求。事实上，人生有走不完的路，创新也没有尽头，哪能永远一帆风顺？我们相信，只要坚持技术创新，坚守安全的本色，终将从此无坎坷。今天呢，我们带来了首款搭载云辇锐的超级四电旗舰轿车仰望 U7。过去的一年让大家久等了。仰望 U7 呢，也会将把E4方、云辇锐与天生之眼 A 极致融合，持续进化，解决更多场景下的出行的痛点。谢谢大家。
接下来有请比亚迪集团执行副总裁、汽车工程研究院院长连玉波先生上台演讲，掌声欢迎。各位媒体朋友、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我是比亚迪连玉波。极致技术赋能极致产品。接下来呢，我将为大家分享比亚迪在垂向控制领域取得的革命性技术成果。追求极致是我们工程师刻在骨子里面的技术基因。如何打造极致的用户体验，是高端豪华产品绕不开的必答题。聚焦用户驾乘体验，大家首先联想到的就是舒适。多年以来比亚迪始终耕耘舒适性强相关的垂向控制领域，坚持全站自研。2年前，我们发布了行业首个新能源专属智能车身控制系统云辇，在全方位的用车场景中，实现了驾乘体验的颠覆性的提升。云辇 P 为仰望 U8 带来了极致的越野体验，云辇 X 赋能了仰望 U9 操控的极限，获得了超高端用户的广泛的认可。立足现有的成果呢，我们持续通过技术革新，探索驾乘体验的上限，向极致舒适发起了挑战。行业内大家都在讲舒适，却附带各种的条件。我们认为，真正的极致舒适不应该向任何的附加条件妥协，无需定语修饰，是用户体感上的零跑跳、零俯仰、零侧倾。这种急速且平稳的动态的体验，让人不仅联想到磁悬浮的列车。我们的工程师大胆地设想，能否将磁悬浮列车的推进原理应用到车辆的垂向控制上呢？目前，即使是市面上最先进的全主动悬架，也普遍采用油液调节，能量传递路径长，响应控制慢，各种受限。只有简化垂向控制的基线链，做到自电直驱，才能从根本上突破垂向控制的速度、精度极限。难度不亚于在驱动领域实现燃油到电动化的跨越的变革。此前呢，行业内对垂向电调节也有过探索，但是呢，都因为各种困难没有能够量产。想要打造垂向智能电动的直驱的主动力，就必须呢踏入技术的无人区，从基础理论出发，着眼解决材料研究、结构设计、策略算法、超精密的工艺、测试试验验证等诸多的技术难题。我们历时7年多，前后投入了上万人，最终找到了垂向自电直驱的突破口，迎来了底盘技术发展的革命性的时刻。垂向的全电控制呢，我们悬浮新境界，全球首款的这个智能悬浮车身控制系统云辇 Z， 以全球首创的悬浮电机直驱技术，打通了垂向控制的全电的链路，实现了主动力的急速的调节，高精控制、强劲的输出，引领垂向控制真正进入了全电的时代。基于全电的控制，整车车身呢就像悬浮在4个轮子上，可实现垂向能量的双向管理。在车辆行驶过程中，悬浮电机将电能
直接转化为动能，输出主动力抵消来自路面的振动，实现上下车身振动解耦。上车身就像悬浮在路面上，带来极致平稳的体验。不仅如此呢，当悬浮电机受到路面的激励，被动运行时，可将动能转化为电能，实现能量的回收，助力整车拥有更加优秀的能耗的表现。垂向全电控制呢，离不开新能源纯电动的血脉。比亚迪多年电动车的技术的积累，强大的整车高压平台，为云辇热呢构筑了最强劲的动力基础。云辇热是行业中系统工作电压最高的垂向控制系统。我们自研了全球首个垂向控制1200伏超高电压供电模块，绝缘浆洗达到了1000伏级的要求，深度集成了高效双电控管理单元，确保系统呢在高压环境下稳定可靠。云辇热以电贯穿感知、决策、执行全链路。感知端呢，我们全站自研了云辇的预瞄、谋齿传感器，将路面的信息、悬浮电机位移的信息转化为电信号。决策端呢，云辇计算中心匹配了悬浮的算法，配合双电控管理单元进行呢电能的输出。执行端呢，悬浮电机直接将电能转化为强劲的动能输出，无需其他介质的参与，实现呢自电自驱。由此呢，我们从根本上构建了以电为核心的控制链路，实现垂向呢全电控制，全球首创呢新能源汽车的第4电。感知端的谋齿传感器呢，是我们为云辇热专属研发的，它布置于悬浮电机内，一方面呢要求很高的环境适应性，另一方面呢需要避免长时间高频运行导致的机械磨损。综合这几方面的因素呢，我们首创性的将3D 霍尔传感器的技术应用到车辆垂向控制领域。霍尔传感技术多用于航空、医疗等领域，可通过呢检测磁场的变化来测量位移，具有高灵敏度、急速响应、非接触式的测量等特点。跨界技术的融合呢，需要解决传感器空间的布局、强磁干扰等技术的难题。我们突破了磁条的编码、位置的解算、信号的传输、折闪磁场隔离等多项的技术，打造出谋齿传感器，这也是我们全球首创。为什么我们连传感器都要自主研发呢？因为行业内已有的垂向控制专有的传感技术，无论是在速度还是在精度上，均无法满足云辇热的要求。有人以此为鉴呢，所以我们就有人打破这个边界。谋齿的传感器呢，它探磁的速度达到了50微秒，行业内呢是最快的。这就意味着一眨眼间呢，就可捕捉到车身姿态的4000次，比行业主流的水平呢还要快20倍。在探测的精度上，我们做到了10微米，行业最高的精度。10微米是什么概念呢？就头发丝的直径约100微米，这基本上是肉眼可见的极限。红细胞的直径为20微米，我们的探测精度比红细胞还要小一半。毫不夸张地说啊，谋齿的传感器就是垂向位移的显微镜。谢谢。
为了达到如此惊人的探测速度和精度，我们分别从软件的算法、硬件的设计、结构布置等方面入手。软件上呢，我们自研感知的算法，防止探测受向端环境的干扰，实现电机位移的精准的校验。硬件方面呢，我们通过一体化磁条的工艺，避免了因磁块贴片导致的拼接错差，精度提升2.5倍以上。而在结构布置方面，我们创新地将传感器布置于机体上方，通过电池隔离设计，进一步避免了电磁干扰，提升测量精度。在决策端呢，为匹配云辇瑞独有的电机直驱的这个性能呢，我们在软件架构、策略制定等方面呢，进行了全方位的优化。通过 AI 深度的赋能，为云辇瑞专属打造了全球首创的悬浮的算法，场景工况呢识别率大幅度的提升，实现了全工况车身姿态的数字化的调节。执行端呢，我们兼顾了大推力和小体积，可以说是悬浮电机最大的研发难度之一。为此呢，我们通过 AI 的超算技术，构建了300余万种的拓扑结构，经过对每一种方案的高精度的验证，挑选出最优的动定子排布的组合。同时呢，运用逐向、镜像的混合冲磁技术，在有限的机体内呢，实现了更强的磁场，推力呢大幅提升了79%。云辇瑞的全电控制究竟带来什么好处呢？我想我们用3个字来概括：快、准、稳。天下武功，唯快不破。云辇瑞的第一大亮点就是快，它拥有极快的主动力调节速度，全链路执行时间仅为5毫秒，全球最快。全链路执行就像一场主动力调节的短跑比赛，震动从路面传递到上车身，需要经过感知、决策、执行3大环节。我们经常听到毫秒级的响应的说法，响应快并不代表调节快，可能仅仅指的是感知环节的响应时间。目前市场上最快的全主动悬架完成一次完整的主动力调节，普遍需要在100毫秒以上。今天呢，云辇瑞拒绝以偏概全，全链路执行的时间呢，我们仅为5毫秒。我们觉得这样呢，才是真正的快调节。谢谢。例如测量以每小时30公里的速度通过单构的减速带，一般需要呢60毫秒左右。其他全主动悬架往往需要配合预瞄系统，才能够实现前馈滤震。如果在雨雪等天气预瞄受限，主动力呢仅能调节0.5次。而云辇瑞的快速调节，就像人非条件反射一样，即使不依靠预瞄，也能够瞬间完成12次的调节，实现呢无感的通行，做到呢无预瞄也能调。这就是我们云辇瑞闪电般的魅力。极致的调节不仅是快，我们还要准。云辇瑞的第2大亮点呢，正是精准的控制，车身高度的调节精度仅为1毫米，全球呢最精准的调节高度。春节期间呢，仰望又去展示了写福字的这个才艺。很多人在问我，让一辆车来写字是如何实现的？这正是得益于云辇瑞的
高精控制能力，不只是写字，像机械舞等高难度的动作，云脸 Z 呢也能够轻松的实现，随停随动，给用户带来更多的创意玩法。云脸 Z 的第3大亮点呢，就是稳，系统峰值功率高达50千瓦，是垂向控制领域的全球最高的水平。50千瓦是什么概念呢？换算成驱动力的话，相当于在垂向获得了70匹马力的强大的推力，它可比肩于我们一台海鸥轿车的整车的动力的水平。极速调节呢，高精的控制，强劲的输出，云脸 Z 以3大亮点赋能、仰望 U7为用户带来极致平稳的全新的驾乘的体验，开启了我们极致舒适的新的篇章。车辆高速行驶时呢，途经一些路桥连接处，由于路面坡度变化，很容易产生抛跳、上下晃动。云脸 Z 可以一次拉住车身，实现体感上的零抛跳，无惧高速失稳的风险。0-100急加减速时呢，云脸 Z 可使车身呢俯仰角小于0.5度，实现用户体感上面的真正的零俯仰。加速不抬头，刹车不点头，保证了激励驾驶的极致舒适性。车辆过弯时呢，由于惯性，车体很容易被抛出去，即使把车身姿态做到零侧倾的全球顶尖水平，身体上的倾斜感还是不能被消除。为此呢，我们云脸 Z 突破物理的极限，让车辆就像短道速滑运动员轻松压弯通过，瞬时抵消呢离心力，最大侧倾角呢可达-2度，真正做到呢体感的零侧倾。副侧倾的功能呢全球首创。副侧倾到底有多强呢？我想大家看一段视频。我们经常去街边吃饭，经常呢需要把车开上路肩，车辆呢会有明显的颠簸感。云脸 Z 呢全球首创路肩辅助功能，通过精准的调节受压轮的悬架的行程，实现呢车身行进中动态调平，从此呢流畅舒适，无感登阶。在成功实现平稳上单个台阶后呢，工程师们又向连续的台阶发起了挑战。我们基于云脸 Z 的悬浮的算法呢，通过主动力的调节，精准匹配每个台阶带来的路面的激励，实现连续平稳上台阶的效果。悬浮阶的功能呢全球首创。在实际用车的场景中呢，我们会遇到减速带、井盖等各种各样的坎坷的路面。为此呢，我们进行了更高难度的19类连续高低频工况的测试。测试的结果如何呢？我们来再看一段实际测量的视频。
云辇热的快、准、稳，同样为整车带来了安全的守护。当车辆遇到侧面碰撞时，车身侧面受力面积大，驾乘人员面临安全风险。此时呢，云辇热的主动防御功能可在瞬时呢提升单车的车身的高度，将碰撞力呢转移至车身强度更高的区域。这是车身呢抬高一小步，敬畏生命的一大步。在车辆使用过程中，我们还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障碍，比如说前方落石、地库限高等等，突然有障碍的情况，稍不留意就会造成车辆的磕碰。云辇热呢，以每秒500毫秒的调节速度，配合预秒的功能，让大块头呢也有敏捷的抽身。云辇热的反应到底有多快呢？我请大家再看一段视频。云辇热平稳舒适又安全，还自带抖一抖、机械舞、VR 互动体验等各种娱乐功能。我们还会根据用户实际的需求呢，不定时的进行 OTA 的升级，功能呢无限拓展，解锁呢更多的玩法。我们同样为云辇热升级安全基因，悬浮电机布置在轮边，必须具备更强的环境适应性，为应对高温、高寒、高湿、高腐蚀等极端环境的挑战，我们从0到1搭建起悬浮电机专属的验证体系，自主制定了超300份的技术标准，进行了300多万次的耐久测试，远超行业的技术标准。举个例子，我们甚至会将运行的电机浸泡在水里，来测试其在极端潮湿环境下的防水、绝缘它的性能。我们致力于提供全域安全保障，守护用户的每一层安心。从毫米到微米，从毫秒到微秒，云辇热突破速度与精度的极限，定义垂向领域的新高度，都向全球的第一呢，更是全球的唯一。谢谢。今天呢，我们一同见证了云辇热为整车带来的超越想象的表现。而造一辆高端起降新能源汽车，相比于单个技术的突破，整车设计的全维布局难度更是指数级的上升，超乎想象。它绝不仅仅是多项技术的简单叠加，
而是需要从整车维度进行通盘的考量，融合的创新，从而实现1+1大于 N 的效果。极致的技术赋予整车独特的灵魂。仰望U7贯彻整车协同创新的设计理念，将全球最顶尖的技术与中华文化完美的结合，锻造出令人瞩目的强大的产品力，再竖起起降的标杆。创新颠覆想象，极致铸就非凡。未来呢，我们将继续坚守仰望品牌追求极致的精神内核，带给用户呢更非凡的产品体验。谢谢大家。接下来有请比亚迪集团高级副总裁、汽车新技术研究院院长杨东升先生上台演讲，掌声欢迎。各位观众、媒体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东升。23年1月，极致安全技术平台易思方发布，这是行业首次实现可规模化量产的4电机独立驱动平台，动力、控制、整车智能3大架构协同，为汽车的动力性和安全性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提升。易思方以极致的安全为理念，实现了纵横四方、易如反掌的全场景的能力，覆盖了常规、极限、故障3大场景，已经推出了原地掉头、应急扶水、高速爆胎、稳定控制等等硬核的功能。我们从未停止对技术的探索，为了提升运动性能，在4电机的基础上 ，U7 也搭载了后轮双电机独立转向，今天也一次性的推出纯电和插混2个版本，均可输出超1300匹马力，100公里加速做到了2.9秒，最高车速270公里每小时，并且拥有同样漂亮的流线型的车身，风阻系数极低。然而，刚刚王总提到了造型的设计，对插混车型来讲提出了艰巨的布置挑战。由于前舱高度只有869毫米，在已有的2个电机的前提下，还必须为防碰撞预留足够的安全空间。那么，发动机给留下的仅高740毫米。已有量产的直列的发动机，我们进行了不止，都放不下，使得我们曾一度想放弃插混。但我们深知插混车型对于U7来讲它是刚需的，因此我们不能放弃。我们看到保时捷911，它有方案带给我们了灵感。作为先锋的轿跑，保时捷采用了水平对折的发动机，它的气缸对称不止于曲轴的两侧，整体高度要低，成为了我们解决布置问题的参考方向。但是水平对折发动机是汽车发动机的天花板，此前国内根本没有量产的经验。那比亚迪敢不敢做呢？工程师建议的告诉我，欧洲汽车能做的，我们一定可以。然而插混车型面临的挑战远超燃油车。前舱内它有多个动力源，使得布置极为紧凑。那狭小的空间对热防护的要求也更高了。那发动机它的工作的工况也很复杂，它会频繁的低温冷启动，对于润滑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为了仰望U7的用户，为了造型，为了性能，无论再难，我们都愿意去挑战一把。那经过3年的日日夜夜，数千名工程师用汗水完成了结构高度、润滑、高功率3大门槛的突破。最后，
我们将发动机的高度压缩到了420毫米，远低于直列的700毫米高度，甚至比保时捷同排量的水平对置发动机还要低125毫米。由于这种发动机气缸横置，机油难以输送到整个发动机，行业的水平对置发动机最多采用了是5路的润滑。那我们的系统更为复杂，我们突破性首创了5连击泵，10条的润滑通道，最终用多泵多油道的方案解决了主动回油的难题，保障了发动机的长寿命，最终打造出一款E4方插混专用的水平对置发动机，功率做到了180千瓦，扭矩做到了380牛米。除了动力性能，静谧性也是豪华轿车的另一个追求。水平对置发动机的结构可以抵御横向的震动，天然具备了平顺性的优势。再配备整车极致的 NVH 系统设计不仅能够做到了启动无感，而且行驶时插混和纯电的噪声差距仅1分贝，实现了与电同进。一款发动机的量产必须要经历严苛的测试，我们水平对置发动机经过了8000小时的全速全负荷的抬架、耐久和12000次的冷热冲击校变。大家可以看到，最严苛的工况下，排气管都是烧红了，发动机仍然能够稳定工作。同时，整车验证里程也累计超过了200万公里，经历了各种复杂的工况和环境的考验，全方位保障了量产发动机的可靠性。动力架构是一系列新功能的基础，此外，3大核心控制技术也为E4方带来了更多的可能。这里想分享一下4电机的矢量控制，它的定义和原理。矢量控制，它是指多动力源要实现车辆的多自由度的运动能力。E4方通过4电机独立控制对应的车轮，完成了单轮可以驱动、制动，实现了车辆近乎任意轨迹的矢量控制。用大家熟悉的原地掉头举例，在功能开启时，电机控制右侧的车轮向前，左侧的车轮向后，在4轮的共同作用下，车辆就能够绕中心进行旋转。听起来是不是很简单？但是只有E4方才能做到。说到这儿，我想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原地掉头的功能我们进一步升级了，让用户使用起来更方便。U7这次能够自动识别掉头的意图，主动提醒，只需1键点击便可以激活，省去了以往的回正方向盘、踩刹车、换挡等频繁的操作，15秒左右便可完成窄路掉头，非常的方便。以上的这些升级，大家认为够不够？当然不够。车辆在行车和泊车前后都受到围困的时候，你是否想过车子能够横着开出来呢？为了利用横向空间，我们打造了又一项超越运动学想象的能力——平行横移。车辆横着开，我们都做到了。E4方能够在大滑跃下利用矢量控制，通过车辆连续定轮旋转实现车辆横移，拓展了运动边界，并根据不同的场景需要调整平移的步伐，推出横移快慢2种模式，大步流星主打高效，小步快跑主打精准。让我们看一看U7的快速横移表现。
当其他车辆只能等在原地的时候恒毅的 U7就潇洒地完成了它的出库。而慢速模式下更能实现前后间距30厘米的极限横移。基于这项能力，我们首创了横移泊车，连老司机也揉不进的车位，U7也能轻松驾驭，精准泊入。请看视频。除了横移泊车，E四方其他的泊车能力也进一步升级，增加了极限的垂直车位泊入、E四方泊出、E四方代客泊车，极限泊车耗时仅25秒，这种炸裂的表现比行业快了近1分钟，真正解决了用户的泊车难题。我们再看一看。除了常规的场景外，在极限的场景下，E四方也能够展现出超强的矢量控制能力。麋鹿测试是检验高速避障的标志性工况。当下量产的车型中，腾势的 Z9 GT 以93.6公里每小时的成绩保持着全球的第1名。那么 U7也来想挑战一下，让我们看看它的表现吧。仰望 U7 麋鹿达到了最高车速95.78，再次刷新了全球的最高。看来能超越比亚迪的只有比亚迪了。此外E四方矢量控制给整车带来了极强的稳定纠偏能力，遇到高速侧碰时也可以有效地调整车身姿态，保持原有的行驶轨迹。刚刚王总和连总都提到了，有E四方和云辇的加持，美式捷停工况就完美诠释了E四方和云辇稳定的车身控制能力。比亚迪对安全的追求永无止境，爆胎稳定控制进一步要升级，实现了双轮爆胎不失稳。当车辆的前后任意单轮或者是对角的车轮爆胎后四电机能够控制其他车轮施加纠偏的扭矩，从而稳定车身姿态。尤其对角车轮爆胎稳定控制成绩达到了160公里每小时的车速，
这是其他已有的任何架构都无法实现的。E次方超强的控制能力得益于先进的整车智能玄机架构，实现了传感、控制、数据、机械执行全站的闭环控制，也助力 U7 真正实现了全闭环的端到端的高阶智驾。硬件方面，U7搭载了顶配的天神之眼 A 3激光板，采用了双 Orin X 芯片，算力达到了508 TOPS， 同时搭载了32个智驾的传感器。这里我们要重点的强调一下， U7的前视和侧视3颗激光雷达都是同型号、同规格，能做到实现128线的电源密度、200米的识别距离和120度视场角，配置拉满。软件方面， U7搭载了 BS3.0+， 是广义的智驾系统，不仅融合了传统的感知信号，也深度的借助E次方独有的控制能力，实现了超人类的智驾安全。仰望 U7的城市领航功能，交付即开通，全国都能开，越开越好开。同时 U7的 AEB 和消失的前车都做到了日间120公里每小时的时速下的刹停。在自驾驶，如果遇到了高速的连环追尾、前车掉落物体避障的场景，将对车辆的感知、决策和执行协同要求更高。让我们用无人迷路的测试来检验一下 U7的能力，请看视频。数据非常震惊，仰望 U7的无人驾驶迷路的成绩做到了95.11千米每小时，足以证明 U7的智驾可以实现超人类的安全能力。最后还有一个硬核的储备能力给大家分享。去年4月，比亚迪入围了国内首批 L3 自动驾驶准入试点名单，全国仅有9家车企。L3 自动驾驶要求系统能力必须做到冗余，才能够允许驾驶者在特定的场景下脱手拖延，把驾驶权交给车辆，安全要求极高。比亚迪先人一步， U8 以概念车的方式展示了强大的冗余能力，拆除了转向器，制动器也能够平稳的行驶。那 U7 也拥有和 U8 同样的能力，在转向、制动、驱动、电源4个维度全面的冗余。制动冗余方面，4电机可以分别输出制动的反向扭矩，即使基础的制动系统出现故障，车辆也能够获得1个 G 的制动减速度，可以做到100公里的刹车距离小于40米，140公里时速下仍可以稳定的具备制动能力。转向的冗余方面，4电机通过矢量控制可以实现线控转向，和 EPS 对比，它的跟随性、延时几乎相当。我们做了实际的工况测试， U7 可以做到60公里车速下完成蛇形的工况。我们通过一段视频看看它的能力。
制动各床无需卡钳的参与，摩擦片上的红色没有染到刹车盘上去。驱动的冗余方面，四电机天然有单独的独立控制器，可以独立工作，任何一个电机失效车辆都可以完成平稳的行驶。电源冗余方面，仰望有2套电源系统，一是动力电池通过 DC 提供了12伏电源，其二是由小电池直接提供的12伏小电源。双电源的冗余使得制动和转向获得了双保险。E四方的冗余设计不仅提供了故障下的极限安全能力，同时让仰望 U7 成为了全球首款具备 L3 冗余能力的量产轿车，为未来的更高阶智驾的到来提供了硬核的储备。E四方凝聚着比亚迪对安全与创新的执着，凭借着动力、控制、智电融合架构的强大能力，纵横四方，易如反掌，支撑仰望定义了顶级技术才是豪华的代名词，开创了高端品牌的新时代。谢谢大家。接下来有请仰望汽车总经理胡晓庆女士上台演讲，掌声欢迎。大家晚上好，我是胡晓庆。3月份，我们的兄弟品牌陆续进行了大规模、高强度的技术输出。本月的压轴大戏仰望 U7 这就来了。去年1月，我们发布了第一张 U7 官图。在这之后，很多朋友经常来问我 U7 什么时候上市？为什么等了这么久？大家热切的心情，我完全能理解，因为我和你们的心情是一样的。云辇 Z 的研发是在技术无人区的探索，极具挑战。从0到1的创新，往往都需要巨大的投入以及勇气。但正是因为这样的探索，才推动每一次前所未有的变革。在我们比亚迪所有工程师的努力之下，我们已经准备好了。近期，我们也邀请了部分媒体朋友以及用户朋友们试驾了最新版本的 U7。
云辇 Z 的极致安全、极致平稳，给大家带来了非常惊艳的体验。前面除了我们3位技术大咖分享给大家的硬核信息之外，今天我想再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套非常梦幻的、极致的技术组合可以带来的奇妙体验。我可以保证，大家这么多天的等待是值得的。先来讲讲设计。U7的前脸其实有过不少的讨论，有很多的网友一直在问 ，U7的前脸设计灵感是不是三星堆的青铜大面具？它长得跟其他的高端轿车很不一样，辨识度很高，可谓是独具一格。我在这里先回应一下，这真不是巧合。我们在设计 U7造型的时候，的确从华夏文明的文化结晶中寻找了灵感。其实仰望从设计 logo 开始，就把汉字的起源甲骨文做成了我们的车标。甲骨文是汉字最早的形式，仰望 logo 的来源是甲骨文的垫字。我们一直希望把5000年延绵不断的文化基因传承到21世纪最先进的汽车上。我们还从敦煌壁画中寻找了艺术灵感，设计了 U7的飞天腰线。敦煌飞天的惊艳之处是无翼而飞，那些飘动的衣带和线条，把风的形状勾勒得活灵活现。上千年的艺术作品到今天还有非常强烈的动感。飞天腰线是 U7一张视觉名片，它不仅使 U7看起来轻盈灵活，还有非常真实的空气动力学功能，能够让每小时120千米的时速下，把峰值系数做到了0.195，在高端轿车里面绝对是顶级水平。我们 U7的内饰设计也用了很多传统文化的元素，对称美学是中国传统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中最高级的美，讲究的是4平8稳又不失格局的气场，这既是建筑的哲学，也是处世之道。U7的双环抱座舱就是照着这个理念来设计的。沿着 U7的中轴线方向，丹拿星旋高音单元首先是个亮点。它的设计灵感来自于日晷。日晷是古代利用太阳来测定时间的仪器。U7启动的时候，它会旋转上升，寓意旭日东升，时来运转。喜欢吗？U7的座舱有2套精美的颜色主题，云锦红源自中国古代的皇家御用面料南京云锦，它的技艺延续了1600多年，曾经是顶级匠人才能制造的奢侈品。朱缎白还原了汉服丝绸的温润质感，搭配的紫色取自紫气东来的寓意。我个人最喜欢的一套颜色，朱缎白的内饰搭上我们限量的阿盖尔紫外观颜色，既高级又特别。为了搭这个颜色，我衣服都准备好了。甲骨文、三星堆、敦煌壁画，这些文化的元素根植在我们每个中国人的内心，承载着5000年文明的智慧和美学。最浪漫的是，它们不仅承载过去的记忆，更是连接现在以及未来的桥梁，以一种温柔但是又坚定的方式，诉说着我们的根源，指引我们前进的方向。最近我们还拍了很多很有创意的视频，在 U7上我们做了高速爆胎测试，单轮爆、双轮爆、对角线爆，怎么爆车都很稳，这是安全的保障。我们的 U7打
打得了咏春，过得了龙门阵，爬得了青云梯，只有你想不到，没有我做不到。有朋友问我，好好一个高端轿车，你为什么要整这些视频？那是因为我们强大的产品能力给了我们天马行空的创意空间，我们希望给用户更多的想象空间。其实U7除了前面这些非常硬核、非常顶的技术以外，它有很多独特的功能和配置，给大家提供很多的小乐趣。忙完一天的工作，我最希望有一台车等着我，带我回家。这也可能是我们一天当中比较难得的独处的时光。当你看见你的U7的第一眼，它的贴心陪伴就开始了。拍拍你的朋友，他会先用抖一抖来欢迎你。敲敲车门，U7门开了，快速的降下车身，好像在说回家吧。我们给它想了一个名字，叫起轿模式。这才是真正的轿车。通常呢，我上车之后，我的习惯打开丹拿之声 App， 点一首我喜欢的音乐，而且得是无损的音源，再启动天神之眼 A， 让自驾系统帮我更安全的回家。女司机嘛，我还想享受一下这个过程。我打开座椅的热式按摩，卸掉一身的疲惫。有的时候，你也可以选择坐上后排，打开老板位的一键舒躺模式，从冰箱里面拿一瓶冰可乐，快乐一下。兴致来了，还可以点开独立的影院级的屏幕，看一会电影。我们丹拿铂金证据系列的23个扬声器，让屏幕里面下雨的声音都像真的滴在头顶上一样，清澈又立体。我个人觉得有的时候比在电影院还爽，因为这是我自己的空间。回到家，天神之眼 A 强悍的全场景智能泊车功能一气呵成，自动帮我把车从小区入口开到家里的停车位，是不是很有意思啊？要试。强烈的建议大家呢，带上家人和孩子们一起来体验，您一定会惊讶于小朋友对U7很多互动功能，包括抖一抖、起轿模式、代客泊车、执掌舞动的惊喜反馈。你也会发现每个家庭成员都可以在车上找到他喜欢的功能和小惊喜。仰望一直不遗余力地在极致的技术和场景中展示我们的能力，硬件先拉满，软件还有无限可能，未来还有很多新的功能等着我们大家一起来开发和 OTA。2年前，仰望刚刚成立的时候，我们的愿景就是给大家造梦想之车。仰望的 U8、U9 已经顺利地迈出了第一步，经常能刷到视频，小孩哥围着 U8 和 U9 喊：“哇，是仰望包帅的！”仰望的车不止坐着踏实，开着安心，还能让人眼里有光。今天我们的家族终于迎来了第3款车仰望 U7， 这次仰望要带着极致技术闯进高手如林的高端轿车市场。下面到了售价环节，我知道你们都想听那我想先问问大家，如果我们用技术的价值来定义价格，大家觉得仰望应该卖多少钱？不要急，先让我数一数。我的正前方坐的是我们的客户。我们有全球首个量产的一次方技术，可以做到爆胎稳行，可以做到应急浮水，给大家的安全多一分保障。我们有第一款为新能源汽车开发的水平对置发动机，让情怀技术拥有了新的动力。我们有全球唯一的云辇 Z， 它填补了汽车工业的技术空白，前所未有。如果硬要说有，可能只有磁悬浮列车、航母的电磁弹射运用了类似的技术，3个加起来
大家认为应该卖多少钱？从500万到1000万都有。同时，我们还标配了天神之眼 A 高阶支架，标配5连屏智能联动座舱，标配一套要100多万的丹拿铂金证据系列衣墙，就连选配通常要10几万的碳陶刹车盘也全部标配。再算算，仰望应该要卖多少钱？大家可能只想听我讲价格，但是请再给我1分钟，我想给大家读一段我们仰望车主给我发来的信息。他是一位 U24 车主，有了 U8 和 U9， 正在准备大定，现场就有这样的朋友。他是这么说的：中国的高端品牌打造不是靠价格，而是依靠极致技术构建高端品牌的价值。家电和手机都是这么走过来的，在 AI、芯片、汽车这些赛道，中国企业都在这样奔跑。今天我有机会小小的助推一把，将来我能把这个好故事说给我的女儿听。未来我希望还会有更多像 U7、U8、U9 这样极致的车型在中国舞台上去绽放中国自信。像这样可爱的车主，我们已经有了将近1万名，好幸福啊！今天很多车主来到了现场，是你们给了我们很多的动力和支持，陪伴我们一起走过了中国品牌高端化的0到1。我们希望用最大的诚意、最极致的产品交到更多这样的朋友，让他们体验仰望的极致产品魅力，让我们中国高端品牌的用户队伍更大一点。因此，我们决定要给 U7 一个很有诚意的价格。作为一个100万级品牌， U7 也是仰望首款旗舰轿车。我们一直在准备一款超过100万的重磅版型，它将是全球首款搭载4电千伏平台的旗舰轿车。它的创新难度当然前所未有，我们要把4个驱动电机和云辇 Z 上的4个悬浮电机都升级到千伏的平台，所以交付上会晚一点，要到明年。所以我们今天不想开放这个版型的销售通道。接下来我要说大家马上可以拼手速下定的 U7 4座旗舰版 EV 和 PHEV 同价70.8万元。U7 5座豪华版 EV 和 PHEV 依然同价62.8万元。惊不惊喜？这是我们给 U7 的客户、仰望的客户奉上的诚意。这是我们在全球高端汽车领域呐喊而出的中国声音。仰望 U7，你们同意吗？交付的问题我们可以下来聊，很快。另外，我们还提供一系列的科技豪华选装，为您的4电时代增加更多的个性化标签。6月30号之前支付5万元定金的朋友们，可以获得我们的5大舒享权益。更重要的是，我们还针对仰望以及
比亚迪集团所有品牌用户提供了最高1.5万元的增换购礼遇，也欢迎其他拥有豪华品牌的保有客户朋友们来体验仰望。如果你们要换车的话，也欢迎，我们也有最高1.5万元的换购礼遇。衷心欢迎大家到仰望的中心店来看一看，来试一试，在你买车之前一定要来体验仰望。今天是属于仰望，也是属于中国汽车工业的闪亮时刻。我们几代中国汽车工程师满怀着对技术创新的热忱，投身到了汽车行业当中。大家一直希望世界汽车工业有一天能够被中国自主研发的汽车技术所引领，开创4电时代绝不是一句口号。我们走过不少弯路，也体验过技术方案被推倒重来的痛苦，但是无数越战越勇的故事，才让走向梦想的这一天更加珍贵。感谢我们最亲爱的11万名工程师朋友们，感谢所有支持中国高端品牌技术创新的朋友们，你们是仰望的同行者，更是历史的创造者。今天的发布会到此结束，谢谢大家。感谢。接下来让我们。嗨，朋友们，大家好，太激动了，实在是难以言表。大家下定了吗？如果没有下定的话，先下定再看。